歡迎回到我的 Celebus， 我是米露。二海終於更新完成了，今天的影片當中將會帶大家一起來解通往二海的前置任務。首先我們要來看這一次更新所新增的2張地图，一張地圖是復活節的島嶼，一張地圖則是世界島嶼。傳送到世界島嶼之後呢，我們要找這個 NPC 前進二海的前置任務，我們必須要晉升等級達到5等才能接取任務。獲得任務之後，任務的第一階段會要你去找地圖上的古代鑰匙2把，伺服器開啟之後，古代鑰匙6分鐘會出現第1把。第一座島嶼是新手島，到達新手島之後，先往左邊走，在岩石下方會有一個古代鑰匙，這個位置。再來是新手島嶼後面的建築物，正後方這個屋檐的最前方的位置，在這個位置會出現一個古代鑰匙，千萬要記得古代鑰匙拿取之後要等它消失，再加6分多鐘才能去找第2把。沙漠島，傳送到沙漠島之後，正前方的長方形屋頂上，正中間會有一把古代鑰匙。接下來往右邊走，這個屋頂的這個角落也會有一把古代鑰匙。空心島，傳送到空心島之後，往前面走一點點，這邊有一個小房子，在房子的門口這邊會有一把古代鑰匙。我們再往後面走，最角落的樹枝的樹幹上會有一把古代鑰匙，在這個位置。澀谷，傳送到澀谷之後呢，我們先往上跳，最高的樓層的上面的右邊角落這邊有一把古代鑰匙。接着我們往對面的大樓跑，那邊就是樹挪的位置。在左側的窗戶最底下，我們右邊數過來第3個窗戶，這個位置會有一把古代鑰匙。雪島，傳送到雪島之後呢，我們前往文物的 NPC 後面這個房子，這個角落會有一把古代鑰匙。新宿島，到達新宿島之後，我們往正前方的高樓上面跳，比較高哦，所以我們要再踩下。這一棟大樓頂樓最高的地方這個階梯這邊有一把古代鑰匙。再往旁邊的樓層頂部這一根粗粗的位置，這裡也有一把古代鑰匙。黏液島，到達黏液島之後，我們往裡面的棚架上，剛好現在就是古代鑰匙出現的時間，記得拿完還要等6分多鐘哦。第2個古代鑰匙的點呢，必須要走到競技場的正後方。正後方呢，這個地方有一棵樹，你就按照這棵樹旁邊有一個綠色的轉角，這邊有一個古代鑰匙的位置。學院島，到達學院島之後，學院正門口這邊有一個平台，在這個平台的位置有一把古代鑰匙。接着我們往後面，城堡中間的正後方這個屋頂旁邊有一個小小的平台，這裡也有一個古代鑰匙的位置。審判島，到達審判島之後，我們往右邊的這個高高的平台走，正中間的位置就會有一個古代鑰匙的位置。接着我們往山東 BOSS 的對角線走去，這邊的岩石的直角角落，這邊有一把古代鑰匙的位置哦。忍者島，傳送到忍者島之後，在接任務 NPC 的左手邊，這邊就會有一個古代鑰匙的位置，在樹幹頂部。無法治島，到達無法治島之後，我們前往怪物 NPC 的正後方，這邊有一個像階梯一樣的石頭哦，這個灰色的地方，這邊會有一個古代鑰匙的位置。接着我們前往 BOSS 這個競技場的正後方，中間的地方會有一把古代鑰匙的位置。剛剛的第1階段大家只要按照島嶼的順序去找，一定可以找到古代鑰匙的。第2階段的任務必須要在一海的 BOSS 身上隨機獲得碎片，總共有1到7個編號，分別在不同的 BOSS 身上掉落。米露這邊提供我覺得最快的方式給大家做參考，不一定要用我的方式，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哦。首先我們来到魔王島這邊召喚，魔王島這邊可以有4個碎片。第一個要召喚 Seva，
擊敗它之後隨機獲得1號碎片。再來是3號秦始皇，召喚秦始皇之後擊敗它，隨機獲得3號的地圖碎片。接下來召喚一戶，一樣的擊敗它，隨機獲得6號的地圖碎片。接着是金閃閃，擊敗金閃閃，隨機獲得7號的地圖碎片。這邊就是魔王島可以獲得的1號、3號、6號、7號的地圖碎片，沒有按照順序都可以獲得。再來是澀谷島，到達澀谷之後，2號碎片會在樹挪的 V1， 還有5條的 V1 身上都有幾率會掉落。這個部分呢會比較麻煩，必須要刷伺服器。接下來是水手島。到達水手島之後，4號的碎片呢是在吸血鬼之王這一隻 BOSS 身上隨機掉落。但是啊，這一隻非常的麻煩啊，我們必須要刷伺服器。那如果你覺得麻煩呢，接下來這一隻啊應該會比較輕鬆。再來，我們要到學院島，召喚裡面這一隻惡魔王的 BOSS 啊，這一隻 BOSS 啊身上也是會掉落4號的地圖碎片。這一支應該會比較簡單啊。空心島，到達空心島之後，第5號的碎片會在冉冉的 V1 身上隨機掉落。同樣的，如果冉冉刷伺服器很麻煩呢，我們接下來可以找下面的這一支 BOSS 會比較簡單哦。再來，我們要去黏液島。到達黏液島之後啊，我們要來這個 NPC 這邊召喚利姆路。擊敗它之後，就有機會獲得5號的碎片。完成了2個階段的任務之後，我們必須要傳送到世界島嶼，到達世界樹的中間的這一扇發光的門，傳送過去就可以抵達二海嘍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二海的前置任務。二海剛更新完，還會有迪奧這隻角色、二郎、霞蝶等着你去冒險哦，甚至還有新的能力哦。這些麋鹿之後都會特別拍影片為大家來介紹。本集我是迪奧哦，時間暫停。哇，好啦，超棒的！我是麋鹿，我們下次水手寶石見，拜拜。